好了，来啊，来，让你死啊，狗秀！哎，等一下，等一下，你规则不对吧？你可以这样用吗？哎，你先落地嘞。没有吧？你们乱来，你裁判哦。你犯规了。裁判哦。你裁判吗？裁判哦。你才裁判吗？你裁判哦。没错，我们今天要考的是战斗陀螺的裁判。想必大家都感受到最近掀起一波陀螺旋风，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青红皂白，都在玩战斗陀螺，而且现在更成为大家眼中的一种竞技项目。不过在跟风的同时，也会遇到很多下面的状况，导致选手得不到好的赛事体验，举办方也会被遭受骂名。没错，你可以发现，在台湾打比赛，很常就会出现这种每个人认知不同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去考的就是 WBO 国际认证的战斗陀螺裁判。Ea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part of the match setup.哎呦！对，我们今天就是有特别邀请到有合格的战斗陀螺裁判，来帮我们进行一些考前的猜题跟一些预习。好吧，我们欢迎我们的陀螺裁判教练 Tony。Tony 也是在这个考试里面花了不少心力啦，对吧？那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对于陀螺很有兴趣，对，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考过，希望在台湾的陀螺市场里面有更多合格合法的陀螺裁判，就避免大家在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争议、起冲突啊，或者有些不愉快，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对，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风气给推给大家。没有，它就是系列，比方说像这种 U 叉系列比较厚，就是新时代的。你现在总共花了多少钱在这上面？差不多1万多块2万。主要这些都是我的主力，有一些没有的就在家里面轮休，在努力读书，看希望能够进入我们主战的这个轮替名单。还有2瓶。哎，他很专业，你很专业。啊，那我们来快速看一下题目。好，会打陀螺不一定考得过。对啊，这个大家真的要知道，这个你有氪金便当才会考得过，哇，术业有专攻。好，来过一下题目，好吧？来做一下考前的学习，好吧？这个题目很简单，就是问你比赛的结果是什么？那个玩家是什么时候会被扣分？同一个 match 发射失误2次，对。单战节是同一个 battle。所以它的题型是分成2个大类。对，基本上就是文字题在里面，然后选择选这题，其实我觉得还蛮友善。都选。就还是迎来这一天哦。这个准备的再多，还不如实际去考一次，啊，就可以知道自己对于陀螺认知到什么样的地步。啊，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就算是你在做混合训练、跑步啊，甚至是打陀螺，我觉得都要必须去深刻去了解一下规则，你才可以说你真的对这个运动有一个基础的门槛。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考试 WBO 这个陀螺组织认可的裁判证照。好，那他这边就有说，它总共会有这个25题，那我们的作答的时间上限是2个小时内要去完成它。那它的及格分数就是你要达到88以上，你才可以通过这一次的考试。那这个其实还蛮特别，就是它其实一个账号你1个月可以考2次。对，那如果你这次没过，也不用担心，你下次2个礼拜后还可以再考，跟那个考那个汽机车驾照笔试是很接近的，所以其实就尽力而为。它基本上它是英文作答，那你也可以开启这个翻译，但是它翻译成中文之后，它的这个用词的方式会变得有点奇怪。那我自己是觉得有可能会对于考试的结果有一些影响啦。好，所以我们还是用英文作答会比较好。对，那它考试的内容呢，我看它下面讲的就是基本上它等一下会有一些影片题啊，会有是非题，还有选择题。OK， 那我们接下来就
好，开始考试。好，那就差不多了哈。好，那我先离开了，加油。击掌一下。哦，是。应该就确定跟 CND 啊。这题也是复选题复选题就是在考试的时候最麻烦这种让你感觉又对了又不对。这题好像有点印象上次我们是有讲到这一题，所以这题我觉得蛮多人其实也需要注意，因为大家都还是想要自己的陀螺看起来特别一点点，对吧？但这个要注意，要不然的话其实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参加比赛。这题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其实要选出不对的。那基本上大家在选择陀螺的站位的时候呢，通常要靠一定的几率行为才可以去决定，不可以你说哪边就哪边，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要依据规则。那几率行为呢，就是简单的剪刀石头布嘛，或是像是掷硬币，甚至像猜陀螺左右手其实都是可以在更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规则。对，但是讲白了，它就是不能我们自己说好就好。OK， 那个还是要尊重一下裁判这题其实蛮有趣的，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你能不能当陀螺里面的藤真剑师，就是同时又兼这个教练，又兼选手，又兼裁判。你可以参加比赛，就是假设如果今天我成为了裁判之后，我还是可以去跟你们参加同一场赛事，但是我不能去评断我自己的这一场比赛。对，所以是说，假设今天有不同的裁判来，那他们来评断我是可以的，但是我也可以在这场的活动里面出席。为什么？因为人力不够嘛。我也想打比赛啊，对不对？我虽然是裁判，但我也想要玩啊，对，所以不可能我今天来帮大家这个出席裁判，我就不打比赛吧。就是记得你可以参加比赛，但是你不能去参加你自己评断的那一场赛局。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影片题影片题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看它的这个陀螺的状况是什么，它就叫我们选出来。OK， 好，那我们就开始看哈。怎么样？考得怎么样？你猜？过了。哎呀，这个也露出来了。我跟你讲，我已经成为战斗陀螺的裁判实至名归啦！你看大家爱玩归爱玩，真的有努力去考试有多少人？好不好？欢迎未来有市面上有任何的陀螺比赛，可以找我去判，好不好？我们这边不收费，我们就是志在鼓舞大家能够玩战斗陀螺，好不好？今天请你吃午餐。赞。OK， 那我觉得这次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因为喜欢而去研究，因为研究之后其实知道说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去往上研究。那这次的话，很幸运。那 WBO 呢，它其实是世界陀螺爱好者共同组织的一个算是公信力最大的一个团体。那台湾的话，其实也有台湾代理的官方规则。对，那如果在台湾比赛的话，基本上我们也都还是要以台湾官方规则为核心去参考。鼓励大家能够多去了解规则，熟悉规则，你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很棒的陀螺斗士。那我觉得这次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只是开玩笑闹一闹？大家只是上去有考就会过？真的不是。OK， 你其实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之前读书跟准备的这个教材，可以发现其实你真的必须要熟读里面的题目，也要去勤做考古题。对，你如果没有投入，没有去想法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不会过的。而且就像我之前讲的，你一个账号只能1个月考2次，所以你如果这次没有过，你就是必须得等下个月。好，那你说最大的困难点的话，我觉得其实因为它这是国际认证的组织，对，所以我觉得在考试上的话，它一定是全英文去做检定，跟它的规则你要读的话，它也都是全英文的。那它其实就是在有一些专业术语还有特定术语上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对，所以就也要多花点心思去了解。对，那我觉得也不错的是，当你去研究完之后，你就会对这个的词汇跟它的规则会更深的了解。有投入的话，绝对就是会有收获。我不是以游戏的心情在面对战斗陀螺的，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到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算是蛮重要的一个关卡。对，那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合格的战斗陀螺教练。
对，那我也不知道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在战斗陀螺这个领域里面发生。那合格战斗陀螺教练 Morris，我们下次赛场见，拜拜。